我叫胡歌吉勒图，老朋友叫我小胡，就在北京做音乐，跟妈妈一起生活。我练琴，她画画。我以前住在市里，15年搬到村子里来。妈妈她是19年搬过来，她是个特殊人群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她的内在是非常自卑的，整个社会对她是有异样的眼光，所以我会很担心她。过去老家就是吃完饭遛个弯回来了，然后看电视，比较单调的，因为不方便回去了嘛，就把她接到村子里来。她那个绘画颜色那么激情，那么热烈，其实她是本能的自然。她跟这个世界很多链接的方式是靠情绪感应，其实是需要支持和肯定。周边也住着一些画家朋友，他们也愿意跟这种简单的老人一起玩，一个笑一个肯定，然后一起画就够了。每天必须要出去的，不只是我妈我家，嘟嘟我那个狗，我们3个每天必须要出去。每个季节不同的花呀和树叶呀，自然呈现出来的景色，其实都在给我们很多灵感。离开内蒙古是2005年，19岁，呼和浩特马头琴学校刚刚毕业。有一个朋友说北京有一个摇滚乐队要改成民族音乐，需要马头琴，我就过来。乐队叫涵盖，我们是第一波。刚来北京都是往外探索的一个阶段，有一段时间跟着那个欲望跑的，我心里面开始有很多的音乐鄙视链，高级、俗、好、另类、黑暗。我也想要好的乐器，或者是名利各方面的。但你越追的时候，发现真正享受音乐的能力慢慢在丧失。我妈妈其实给了我特别大的帮助。她没有受过教育，没上过学，对音乐、绘画，包括很多的时尚受过社会影响的人的那个鄙视链，她没有。有的时候跟她玩音乐，她就把吉他拨几个空弦，安定的在那里，很享受，没有那么多的障碍。技术上的思考，极其佩服她的这一点。他回屋画画，我在这儿弹琴，各做各的。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现象，他的那些绘画作品和我构思的这张专辑有呼应，包括他画的那鸟、大雁那个歌啊，我正好有这些歌，他也有这些作品，可能我们俩的内在世界更一致。我经常也要进城啊，去外地演出做巡演，我会被打断以后回到院子里，因为他特别稳定的在这个节奏里生活着，回来我马上跟上，我就安定了。这是一个蒙古国的马头琴，一开始是挂了我拔出来的智齿，杂音反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我还有在生活当中用过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这个曲奇饼干的盒子。铁的乐器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不受气候影响，去户外的时候老带，也不怕磕磕碰碰的。现在对我来说是特别好的，很滋养的。我记得小的时候在牧区啊，我们心理的状态跟现在差不多，不需要计划，你就按照生活，自然会有一个规律，其实就是回归的一个感觉。这种生活节奏里，就我们俩都得到了很多的修复。